在机场，等一下要准备登机了。Andrew 星期一的时候已经先飞到 Phoenix 那边出差了，今天只有我一个人，把车开到机场附近的停车场，然后再搭接驳车过来。刚刚看了一下我的班机也没有延误。我本来订的班机是今天晚上才要出发，然后是直飞3-4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Phoenix， 中间都不用转机。可是因为星期一 Frontier 通知那个班机取消了，所以我只能去选其他转机的班机到 Phoenix。终于降落了，我现在在 Las Vegas 的机场，这次的转机时间有4个半小时。我现在肚子超饿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，现在 Las Vegas 的时间大概是4点多，可是如果换算成东岸时间的话，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，刚好是我平常吃晚餐的时间，所以我现在要先走到转机的那个 gate 之后呢，再找找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，找位置休息。那如果有充电的地方就更棒了。巧克力看起来很好吃可以做 SPA。买了一片 cheese 口味的披萨，就是纯 cheese， 没有放任何东西，因为我怕其他的口味会太咸。我这边有充电座，等一下就可以充电。我现在坐在这一大片落地窗的前面。吃我刚刚买的披萨，前面就是停机坪，风景很好，有人还躺在沙发上休息。比我脸还大的披萨，意外的觉得在机场买的披萨蛮好吃的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肚子太饿了，我一下子就吃光光了。终于抵达 Phoenix。这班飞机虽然没有误点，但是上了飞机之后，因为飞机刹车温度感测器故障的关系，所以又在飞机上面坐了1个小时才出发。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已经将近晚上11点了。起飞时候 ，Las Vegas 的夜景跟抵达 Phoenix 的夜景，至少可以安慰一下疲惫不堪的心喽。我终于到饭店了，因为坐了一整天的飞机，脚超级水肿，我现在正在抬脚当中，这样子明天脚就不会这么的沉重。今天11点半从家里出门，到这边大概11点40，这边当地时间晚上11点40，但是因为这边有3个小时的时差，所以等于是我今天花了15个小时移动，我都可以从台湾飞到西岸了。但是我只是要从辛辛那提移动到 Phoenix， 我就花了15个小时，我真的要花疯了我。等一下要早早入睡，明天要早起去看世界闻名的羚羊谷跟马蹄湾。晚安。世界级景观马蹄湾，今天本来想要去羚羊谷，但是因为今天下午的天气不好，刚刚来的路上还下雨，所以就被取消。然后我们就移到明天早上再参加。我们明天早上本来要过来看马蹄湾，就移到现在。世界级景观果然不是盖的，人潮也不是盖的，人潮很，但我觉得真的是一生一定要来，要用肉眼看才能感受得出来它的壮观。虽然运气不好，到的时候没有蓝天白云，马蹄湾的壮观景色还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我们现在在马蹄湾，耶！风景很赞哦。起了一个大早，赶到羚羊峡谷，结果很不幸的
行程又被取消了，因为我们参加的是 Lower， 就是下羚羊谷。因为昨天晚上下大雨，他们说地上会比较泥泞有积水，所以就是整个行程就取消了。现在临时找另外一个步道要去走走，我们等一下就前往下一站 ，Let's go。从羚羊谷所在的 Page City 前往刚刚临时找的健行步道，大约需40分钟。沿路上看到色彩缤纷的地质层，真是赏心悦目，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大阶梯的地质地层就像一块2.5亿年前的千层蛋糕，就像一块3000英尺厚的红色天鹅绒蛋糕铺在巧克力蛋糕层上。这个色彩缤纷的蛋糕，每一层的形成都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。这条步道位于 Glen Canyon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， 在狭窄及陡峭的峡谷里，一路沿着干枯的河谷往下走到 Colorado River。某些路段没有明显的步道，需要自行寻找适合的路线往下走。将近90度的峭壁，有时候必须双手双脚并用。相较于马蹄湾及羚羊谷，这条步道算是不太热门的景点，沿路上没有看到太多人。对于喜欢挑战又不喜欢太过拥挤的我们来说，觉得特别有趣。如何？好好玩哦，这个水超级冰。到河边了，我们走到河边了。大名鼎鼎的什么河 ？Colorado River。据说美国所有的在春天吃得到的沙拉，都是靠这条河在灌溉。这个步道蛮好玩的，比我想的还好玩。对，因为我们是沿着峡谷，就是干掉的峡谷走进去。要想一下怎么走。对啊，很多地方它其实路其实是非常的不明显，然后它高低落差很大，有时候是你可能要找一下要从哪里下去，要从哪里上来，要双脚双手并用。好玩，好玩。下午前往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， 从 Page 出发，从东边入口进去比较近，车潮也比较少。到的时候已经下午5点了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没有去 hiking。把握时间，我们每一个观景点都下车看一下。这次的行程有2个晚上，我们会待在这个 Grand Canyon 里面。Andrew 他就是不想要排队，然后他又想要看日出，直接把饭店订在 National Park 里面啦。现在时间大概是9点多，我们等一下就要睡觉了，因为明天4点半就要起床去看日出。日出的时间是5点半左右。明天清晨的气温是-2度，我没有带羽绒外套，完蛋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要看日出的地点了，我们是第一个来，挑了一个比较没有那么 popular， 但是也是很适合看日出的点，就是专门看日出还有看日落的景点。还好没有想象中的冷，因为风很小，昨天风超大。当太阳缓缓升起，从峡谷中露出光芒，大峡谷的色彩变得缤纷，大地的温度瞬间回暖，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恢宏，真是令人难忘的体验。感觉热了，
早上看完日出，回房间稍微休息一下之后，就开始今天的 hiking 行程啦。参考官方网站的建议，第一次来我们选的健行步道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旁边。这条健行步道很长，有8.6英里，单程需要4到5小时才能走完。3月到11月期间，车子不能开进去，有红色接驳车可以搭乘，每10到15分钟一班，所以我们先搭乘接驳车坐到最底站，再慢慢走回来。不愧是世界级景点，仿佛走入一个神奇的世界，被壮丽的景色所包围。岩石的纹理和颜色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，加上谷底的河流，就像一幅壮丽的风景画。我们不断地停下来，用眼睛欣赏这些景色，因为照片永远无法呈现出现场的壮丽感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在 Grand Canyon。Place the mule ride takes you down to the. Yep. 很可爱的一间小木屋，这是我们咖厅 check in 的地方。一个小的博物馆，没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。我这边进去就是餐厅跟咖啡厅，但是东西超贵，而且看评论都不好吃，所以我们都没进去吃。这是 gift shop。哇，每个看起来都很厉害。哇，这个瓶子好可爱哦。对啊，这个图案很好看，这个 T 恤也好好看哦。这一件要多少？32块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是我们这几天一直看到的。好可爱的袜子哦！哎，这好好看哦，这双。要不要？这双超好看。今天是我们在大峡谷的最后一天，这2个晚上是在大峡谷里面过夜。我们这次住的是小木屋，因为我们很晚才决定，本来是想说要订在靠近大峡谷入口处的饭店比较便宜，但是因为考量到塞车时间跟爬完山脚软、疲惫感，然后还要看日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决定是这2个晚上住在大峡谷里面。娜娜，这就是我们住的小木屋。门就是从这边进去，这个就是我们房间的窗户。我们刚刚已经退房了，这个房间真的是超级小，里面只有一个洗手的地方，然后你上厕所跟洗澡都必须要到外面去，它是共用的。不过我觉得它这个点非常的棒，因为这边一走出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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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马上就是大峡谷的景观啦。一览无遗。为了大峡谷的景观，1晚300块。对。然后这边的 view 超赞，然后晚上一来就是可以抬头就可以看到星星。没错，晚上直接走出来就直接看到星星，我们也不用开车去其他地方。然后我们如果要爬山的话，要进 hiking 的话，也是直接从那边走过去就到了。然后我们那一天看日出，就是这边其实很多日出的点，大概都这样，大概开个10分钟就可以去看日出了。对，今天最后一天了，要离开了。
没错会不会，要好好把握最后一天。今天天气超好，万里无云。 Go，Let's go。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可以从南环或北环进去。我们这次是走南环，海拔有2000多公尺高，南北环距离约16公里远，到河流的深度大约有1500公尺深。园区内随处可见的加拿大马路，开车的时候要小心正在悠闲过马路的他们。另外还有这些可爱的小松鼠，但千万不要被它们可爱的外表所迷惑，小心它们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把东西偷走。有一天吃早餐的时候，它们就把我塑胶餐具还有纸巾包给偷走啦。昨天我们走的步道都比较平缓，我们今天走的步道就有高低差的落差了。希望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体力爬得上来。这个都在山谷上。那个。帅哦，迂回的道路，上来就惨了。上来就痛，现在笑得很开心，等一下上来就笑不出来。笑着上去，哭着上来。第二天，我们选了一条可以往下走的健行步道，但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走到第一个点。这条步道走起来与昨天平坦的步道感受完全不同，崎岖的地形和陡峭的下降步道，每一步景色都在不断变化。昨天是登高望远，今天是逐步接近壮丽的美景。现在到了下切步道的第一个点了，你看那边还有步道可以一直走到Colorado River， 要走1天才会到，不建议当天来。这个高低差太大。没错。哦，这边有驴子在这。怎么了？松鼠。哪里？乌哈 Point。呜哈！准备好要走回去了吗？对，预计我们要6、7点的时候要回到 Phoenix， 现在要回去了。等一下准备好要 go fighting 了吗？是不是要休息久一点？等一下加油！等下走累了就休息，累了就休息。我们刚刚真的是一路笑着下来。对，等一下就是笑着上去，然后是流泪的上去，咬牙切齿上去。补充能量中。好吃啊！要先补充能量，等一下才可以一鼓作气爬上去。Are you ready, honey? Yes, I think so. 还好嘛，还可以，没有那么累嘛。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下次是要走到最下面。下次可以挑战走到最下面。我们回来了。Give me five, honey. 回凤凰城途中，我们在 Williams 这个小镇休息，发现原来这里是著名的66号公路其中一个休憩点。随便找了一间评价有4.8颗星的 taco 小店，这间小店接待了来自全世界的游客，包括台湾。对，牛肉跟虾子加一些酱。Andrew 点了牛肉和洋葱甜椒炒虾子口味的 taco， 我点了单纯鱼肉跟虾子的 taco， 都超级好吃。
菲尼克斯机场，等一下就要准备登机飞回辛辛那提，回去也是搭乘 Frontier 联航，目前看起来是准点，没有延误，希望可以一切顺利咯。回程我跟 Andrew 也是搭不同的班机回去，然后我们会相约在辛辛那提的机场见在一起牵手回去。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。